在10月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上，习将进一步巩固权力，而不是下台。当然了，在执政后期，他一定会刻意的减少外访和主持各类会议。为什么呢？不用担心大权旁落吗？不会，神隐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当然了，也是为了防止政变啊。在党史上就有一位党主席外访回来发现大权旁落。第二呢，有一位党总书记开会的时候还是一把手呢，散会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总书记了，已经被降为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最后。今天我就跟你聊聊这两个故事，你也就明白为什么不开会不出访反而权力更巩固。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号。这段时间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你对有些大 V 讲的老习可能已经被架空了，内部实际上完成了政变，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掌握了实际权力，联合元老现在就等着开会宣布了，你咋看？我说这是100%的谣言，你要听这个，你得检查一下你的智商怎么样，说话可能不客气。我跟你讲你要评估现在中共体系内最高统治者他是否掌握了权力你不用看别的有一项，现在的文宣系统是不是还唱他的调子？要是唱，他就掌握了权力；如果是不唱，那肯定是没权力的。那我们就来看看最近官方的宣传里唱的是谁的调。我们看报道北京7月30号，新华社电，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叫做政治局会议。这个开会就是为接下来的四中全会定调的。因为在国内的会它和其他不一样，你听着呢，它是向全会汇报工作。你傻呀？真正向来都是党主席或者党总书记召集政治局开会定调，定完了以后呢，向全会下达而已。这一说报纸上讲的汇报那就是听听而已。那我们看看现在讲的是谁的调，讲的是谁的专有名词儿。我简要给你拢一拢吧，因为文章太长了，咱们只聊核心点。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就是人们常讲的四中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计划的建议，分析什么局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还有说的更明白的吗？第一，主持的是谁？明白吧？唱的谁的调？人家现在都在搞这个终身制研究“15+5”计划了，根本就没想退的意思。好，那我们再看看他这个会议上对于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在这里边没有一个字儿是废话，其中老百姓千盼万盼说，现在失业率这么高，会不会你出刺激政策把这经济先搞上来把失业率降下来？现在看来是落空了。因为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有镜头，但是它向全体国民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你们想的那个刺激政策门儿都没有因为他的判断已经告诉你了。那我们来看，首先有几个调，你想会议强调“15+5”，坚持马列毛邓3个代表，什么科学发展观，连这个胡也不提了，江也不提了，直接叫3个代表了，说明想把这两人刻意忽略。接下来就是全面贯彻新明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什么什么，说的谁的话？不还是老习的话吗？第二，又提到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各部门各地区什么什么，还是习的事儿。最后讲到了会议强调，接下来下半年经济工作仍然要坚持以习时代的什么思想为，那你就明白了，没别的戏，我们就看看他讲的为什么不可能有新的刺激政策他的判断也明确告诉老百姓了。
他讲到，主要经济指标表现良好，新质生产力积极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有力防控了啊，民生兜底保障进一步加强，我国经济呈现活力和韧性啊。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重要判断，超出预期，高度韧性。国际人士和外媒对2025年上半年经济做出了积极评价。你看还有啥戏可账啊？人家觉得挺好。既然好，干嘛要改革呢？所以说苦日子你还得再继续熬下去。那这个会议你已经清楚了，唱的是老习的调子。那有些人就讲了，有些想迹象表明，今天会议他没去参加，有些本来参加的会议呢，内部也不主持了，也不出访了，是不是他就已经被架空了呢？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下。一个独裁者在执政的后期，他呢有3大重要的事物，所有的事儿你都得围着这3个核心点转。那你比方说最重要的一点，健康，只要这个事儿有损健康，他就不去。因为什么呀？你只要是肉身，你的生命也就10来年时间了，现在好像今年已经72了，对吧？健康是唯一的，不出访怎么了？不接这个大使的国书怎么了？这有什么？无所谓，影响他权利吗？一点都不影响，这不代表什么。第二，既然健康没问题，接下来他就要考虑第2件事情我们看一下那就继续掌握他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既然你有命在，你就要大权紧紧的抓着，一直到死，就跟老毛一样。这个软硬权力最重要的仍然是刀把子枪杆子这个硬权力，再加上软实力呢，就是组织人事权力和文宣的权利。只要这权力在，谁当这个总理谁当那个副总理那不是开会的事吗？第3个也很重要，既然说生命70多岁他必然进入了倒计时，那他必须考虑我的思想让谁来继承，到底是老婆还是女儿还是其他人，还是自己信得过的，那个就要考察了。即使说把这个接班人选好了，他身边总得有辅政大臣吧。接下来的10年甚至15年就是一个赛马机制，他就是要隐在幕后，让你们前台来表演，看看谁能跑出来，谁被淘汰掉。上次那18大的时候不已经跑过一次了吗？人家李强跑出来了，对吧？那陈敏尔跑输了，这个是一次正式的洗牌。所以说所有的事情你必须得围绕这3样。外不外访影响他权利吗？主不主持什么常务会议影响他权利吗？一点都不影响。而且我告诉你呻吟本身它就是集权的象征。给你举个例子吧，毛在1974年他第2次中风他就感觉到不对，这身体如果万一再中风，能不能指挥得了政治局所以以后政治局我不开了，但是他想了一个控制权力的办法，叫联络员监会。具体他是在我看一下1975年他就把他的侄子血亲毛远新调到北京来了。目的是什么呀？我的身体已经盯不下来那政治局会议了，因为说话的口歪眼斜，有时候都流口水了，拍着照片多难看。这不也整整给了那些参会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一看，这老毛大家伙这不快没了吗？就这还给我们开会了。所以说本质上它是一种漏怯。但怎么能漏这个怯呢？我就在那深闺里藏着在那游泳池里藏着，你们照开，但是我派我的侄子来听会，拿个笔记本拿个小笔，你谁说什么我是一览无余，我全都能汇报。所以说他恰恰是掌握了权力，给那些政治局委员们拉开强大的一个距离，反而你不知道他现在身体什么样。这个也是个帝王术之一吧。除了这点呢，我还给大家聊一下你知道华国锋当年是名义上的一把手，但是他外访了以后回来就把这权力失去了。老习作为经常研究政变的人，他难道不清楚吗？
所以在未来身体越来越差的情况下，他会推掉不太重要的一些访问。如果你想和中国搞关系，你来北京啊，你来找我啊，我提前打上针啊，精神矍铄。但是呢，跟你聊那么1个小时，因为那药劲儿过去了啊，那还得回去，对吧？又恢复那个肌无力的状态。那我就跟你聊聊当年老华呀是怎么一步步失去这个权力的。首先说，毛死了以后，他是接班人，3个职务吧都是正职，党主席、军委主席、政府的总理，3个都是正职。那时候这个邓小平啊还没出来了，他是1977年底吧，就是78年出来以后呢，他是恢复了叫3副一正，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最值钱的、含金量最高的就是这个正职总参谋长。大家你别忘了啊，党的1把手，那时候你反而控制不了那3把手，因为2把手是叶剑英。为什么3把手可以凌驾于这俩人之上？很简单，因为你华国锋虽然有党主席啊，就是老毛的那边，你办事我放心，你毕竟你没有子弟兵和班底。而邓他回到中央的时候呢，除了3个虚衔副主席，什么那个军委那个副主席啊，最值钱的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掌握军里的大权，实际办事的他就是他反而实现了对党主席、军委主席的架空。那华国锋他在我看一下时间啊，1978年5月4号，他就访问了朝鲜。又是儿童献花篮啊，又是双方跟金日成喝酒，风光无限啊。但真正国内啊，已经在调兵遣将了。邓小平由3把手啊，牢牢地掌握了军权，甚至把中央警卫局局长的人选都已经选好了。几个月以后的12月份就正式换，但实际上中央警卫局的大权啊，已经是双领导了。所以说，华国锋回来的时候发现啊，没有太多人去接他。他呢回来以后发现很多事儿啊已经不再向你汇报了，有些重要的文件啊也不再给你看了，所以他就知道外访回来大权已经旁落，接下来就是走程序了。除了外访之外啊，你不要以为说我出现的每一个会议上我都可以主持大局，对外照个相，说我在牢牢的控制着权力。在中共啊，就有一位党主席、总书记，开会前他是1把手，散会的时候他就已经降为政治局常委了，而且排名最后。这个事儿呢，那就是胡耀邦。我把史料整理了一下，你来看看啊。这个是被中共官方禁止出版的有本书叫《胡耀邦传》，这里边啊就透露了一些中共的一些内幕。我们简要看一下一个人是怎么开会的时候把1把手搞没的。这个是胡耀邦传透露，1986年5月份，这是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13大的人事安排。胡说，我已经过70了，13大一定要定下来啊。然后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办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好，那我们再看到了2月啊，1986年的8月22日，邓小平过81岁生日，在北戴河呢是摆酒。他表示，在2年后的中共13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在与香港记者陆某交谈的时候，将邓要全退的消息透露出去了，那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好，那我们再看啊，这时候就说明胡耀邦啊还没有看到他已经在进入倒计时了。那我们再看时间轴，到了1986年的10月下旬啊，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就触怒了龙颜了。他说，党中央领导班子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争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如果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
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了，我的总书记届满了也要下来，充分给年轻人让路。他呢，确实啊是中了这个邓的埋伏了。邓跟谁学？邓这不是跟这个老毛学的吗？他用神隐和以退为进啊，实际上就试探一下，看你前台表演的是不是唱我的调，不唱我的调，我就想办法把你剪除了，哪怕你是实际上的一把手总书记。那我们就来看看啊，他是怎么剪除的。这个方式啊，仍然是在家里几个人开了个会，就决定了一把手的去留。我们看史料。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儿是防止了为群众做思想工作。当天晚上，在邓小平的家里，这点很重要啊。参会的人包括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仲群等中共元老，他们商量胡耀邦的去留问题。所以说啊，在中共什么全会呀、什么扩大会议呀，那都干不成事儿。真正的大事儿都是几个人在密室里这么一谋划。看当年啊，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我当然是这个阳历啊，元旦在自己家里就把这总书记的去留啊定了。1月6日，中共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视为指示的1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在这会议上，几个元老就连环开炮啊！接下来啊，这胡耀邦架不住了啊，主动辞职。我们今天就想告诉你，这些啊国内宣传的元老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决定一把手去留的会议上是怎么开炮的。这些人啊都说了什么伤害人的话啊？我们来看看。1月10日至15日，在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20-30名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上，这点很重要。真正开会的就20-30个人，这些人主要都是要开炮的，都有任务。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因地位太高而不宜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没有参加。胡耀邦遭受众人的连番批判。这本质上就是个局，开会啊，就是逼你辞职的局。那谁不能出面啊？好人呢，还是他们要当的？哎，他们还只能是隐在幕后，就是双雄，一个是陈云，一个是邓小平。在这个让胡耀邦下台这件事上，这俩人啊意见是一致的，尽管平时也有一些争议。那我们看看，首先开炮的是谁？民主生活会上，薄一波首先开炮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2000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他这第一炮开完了以后啊，第二炮更厉害。杨胜坤说，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分子结成联盟吧。这大帽子亡党亡国。第三，王震，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就不必待在这里了。这已经是说的很难听了。接下来宋任清说，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呀，你就是大不敬，你想逼他下台是吧？啊，来我们看还有一个啊，剩下的几个呢也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有的可能你没想到，我给你读几段啊。此外，邓丽群通过5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行为，称胡耀邦的对4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的运动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意见观点相同的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找人。然后赵紫阳他是批评胡耀邦的是不守纪律、标新立异、搞些噱头，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赵紫阳并表示，如果邓小平、陈云不在了，他无法再和胡耀邦共事，必须辞职。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啊，就是而胡耀邦被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他们的私人谈话公开了，大家讲了一些邓小平的事儿，对吧？这等于叫出卖朋友。在所谓的生活会上，只有在这点很重要，当年老习的爸爸呀是干了一些事儿的，
但是无力左右大局。我们来看一下啊，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胡耀邦，他痛斥了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习仲勋当时还指责薄一波说在1月15日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做了最终的检讨，并且主动宣布辞职。开了几天会啊，最后一把手没了。既然是下台呀，你不能说一下子由党这个总书记，他当过一段时间主席啊，后来改叫总书记了，那你总要给一个面子吧。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全国，你要有个交代。那怎么交代呢？就是有个台阶儿。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连续7天的批斗会之后，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这个呢就是公开的政治局会议了啊，就不是民主生活会了。陈云在会上说，胡耀邦没有把工作做好，让100多个部门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上海的问题，到下面乱跑，没有把精力用在本该研究问题的身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然后呢，在选拔干部上只选自己圈子内的人。会议最终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理由是他的地方工作和国务院工作表现期间有成绩。会议也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成绩，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只是排名降到最后。实际上呢，胡耀邦辞职以后啊，跟他老婆讲了，说我没错，我是顾全大局，我只能辞职。那我们就看了，实际上无论你出访还是你经常参加会议，对于最高统治者，尤其是进入生命末期的统治者来说，不开会不出访，反而能牢牢地掌握软硬权力，反而不露怯。现在到了2025年，这不就是老毛的一个翻版吗？至于说国内外有些谣言啊，讲这个人要下台了，不排除有些他的竞争者啊或者对立面受打击的人呐泄愤，就故意给海外的一些媒体爆这种料。但这个东西不也恰恰暴露了他们的幼稚或者说是无奈吗？在最高权力的争夺中啊，向来靠的是硬实力，而不是谣言。你见谁哪个谣言把谁摇下去的？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这种谣言呢，让他更有机会，更有理由来加强自己的安保，加强自己的权力集中。这时候恰恰是适得其反。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当然了，如果你认为10月份四中全会啊，老习有可能下台，或者说你赞同大卫的观点啊，欢迎在留言区表达您的观点，咱们共同来探讨。另外我说一下啊，大卫这个小节目呢是坚持不传谣这个造谣的啊。如果你觉得节目还行，欢迎给我点个赞。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咱明天见。